大家好，我是鬼叔，又到了睡前故事环节，害怕的小伙伴弹幕里扣个1，不害怕的扣一下眼珠子。怪谈协会收录粉丝投稿的毛骨悚然的恐怖经历，以下都以第一人称讲述，切记千万不要夜里一个人看。抱歉，情不自禁听入迷了。你是否有过玩剧本杀的经历呢？其中的恐怖本，你敢玩吗？据说，有的玩家晚上睡觉都不敢关灯，因为里面的环节环环相扣，很多细节都会让人有头皮发麻的感觉，甚至掺杂着诡异的仪式。可今天被吓成脆皮的铁胆投稿人却是 NPC 自己。诡谲的剧本杀。我是一个剧本杀的 DM， 全称 Dungeon Master， 也就是组织者、主持人。18年左右，我刚入行，那时候基本上天天都在开恐怖本。到了后面，基本上是一上班就在脸上化妆，然后一直待在没有灯的房间里面。当时因为同事太害怕，反复卸妆又非常的麻烦，所以一直到下班了我才卸妆回家的。就这样持续了差不多1年，很多时候我的同事光是看到我就会打冷战。后来因为待的店倒闭了，就换了一家店继续工作，也就是去了这家店才有了非常多奇奇怪怪的事情。这家剧本杀店呢，比之前我那家待的店大上不少，包下了一整层的居民楼，甚至还把几个连在一起的房间做成了一个很大的搜证房，贼拉恐怖，还配的有机关什么的，一应俱全，恐怖氛围直接拉满。一开始我扮 NPC 吓玩家的时候还好，有一次我蹲在了桌子底下，另一个 DM 坐在旁边，那会儿我留的是长发，然后在等待吓唬玩家的时候，我清晰地听到耳后传来了叹气声。我是真的被吓到了，但本着职业的素养，我愣是没敢叫出来，就默默地爬了出来，躲在了门后面。这个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细节，一开始另一个 DM 他是靠在椅背上，但是我看到的时候他是坐直了的，可椅子是那种木头做的，而且很松，轻轻动一下就会嘎吱嘎吱的响。当时我也没管那么多，就躲好了等待玩家搜证。结束了以后，我从门后面走了出来，结果还吓到了另一个 DM。 他问我什么时候过去的，我没告诉他，怕他也害怕。但我注意到了这会儿他是靠在椅背上，可奇怪的是，我从桌子底下出来的时候动静是非常的大，他没理由没看到。直到第2次我才发现了事情很不对劲。我们这次的搜证是在消防通道里面，我当时躲在上面的时候，看到有很多废弃的沙发，我就一屁股坐了上去，然后就听见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声音。我想着可能是住户或者是其他的店家，也就没在意。结果等我下去吓唬完玩家再回来的时候，我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在沙发上，也就是我的左后方，坐着一个人影。他背后是窗子，月光从他的背后打了进来，看不太清，而且他坐得很是板正。我当时就被吓到了，于是我就背靠着墙，头微微地勾着，用余光死死地盯着他。当时是秋天，还比较清凉，但我一直在冒着冷汗，就这么一直站着，心里祈祷着下一个玩家赶紧的来，我好收工。就这么苦苦等了半个小时左右，期间 DM 还放的是《楚人美》，也就是《童年阴影》山村老师里的配乐唱腔。我在这中间的煎熬中听了无数遍，最后一个玩家终于来了，我迫不及待的嘎嘎2下赶紧吓唬完，立马收工撤退。
就跑回到了店里面，然后跟 DM 吐槽，为啥最后一个来的这么慢？但他当时就惊了，就说前一个才回去，他就出来了，这一前一后5分钟左右。我以为他故意吓唬我，就去看了店里的监控，走廊到消防的通道门口，果然和他说的一样。我当时一下就感觉浑身都麻木了一下，我也以为是错觉或者是幻觉，但是我当时的头发衣服全都被汗浸湿了。后面店里的客人经常在搜证的时候会提到有个白衣服的小姐姐，还蛮敬业的，可每次我听见都会起鸡皮疙瘩，因为我们店里压根儿就没有白色的 NPC 衣服，每次我们都会打着马虎眼敷衍过去。到后来越来越多的玩家在说这个事儿，群里也有玩家发现了不对劲，因为他们都是老客，店里有哪些员工他们都清清楚楚，就从来没看到过那个白衣服的小姐姐。然后这个事情就传开了，慢慢的店里的生意下滑，后来就搬店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当时店里就我和另外2个小姐姐在一起上班，她们刚来我们城市的时候还没地方住，也就只能住在店里面。据她们说，经常听到大晚上有小孩在外面的走廊里跑动的声音，而且以前看到过在搜证房的最里面有一个倒扣着的碗，这个碗倒扣着有什么寓意吗？鬼叔最近听粉丝提起了一个小时候的事儿。话说有一次他在十字路口的东面看电影，一不小心呢躺在地上睡着了。等睡醒之后他就往西走，可本该是十字路口的道路却出现了一片坟地，所以换一个方向就能避开这个不存在的坟地吗？命运的十字路口。这是我初中时候的事儿了。上初中我认识了许多的朋友，开始变成了精神小妹的一员，也不好好学习，每天逃课什么的，觉得自己这样特别帅，很个性。种种原因和父母经常吵架，但我也总是吵不过，我就赌气的离家出走。事情就发生在我初3的时候，那天忘记了因为什么原因我和父母又吵起来了，已经很晚了，大概是晚上的10点半左右吧。我推门而出，在小区的院子里遇到了平时一起不学好的女孩，她们听说我离家出走了，就邀请我和她们一块玩。我一想，反正我都出来了，自己也无聊，那就和她们一起玩呗。后来呢，她们说带我去吃烧烤，我当时就纳闷了，她们哪来的钱呀？她们卖着关子说到了就知道了。我呢，稀里糊涂的和他们走了。在去的路上，我看见路边好多烧纸钱的，一下子想到今天是7月半，不过我还是没当回事儿。我们到饭店才发现是去找其他的男生，他们请客。有点想退缩想回家的时候，一个女孩子拉着我就进去了。等到吃饱喝足后，他们说要打扑克，开了一个宾馆，我们大概10个人就只开了1间房，大家都挤在一个屋子里闹。没过一会儿呢，又来了2个女孩，我们正在打闹着，突然有个男生问新来的2个女孩子，过来的时候是不是踩着纸灰了？他俩呢连忙的摇头说没有。这个男生叫大白，他闭了一下眼睛，像是在算什么，说不对，肯定是踩了，在17道街哪儿踩的。结果这2个女孩子呢就承认了，说他们2个确实踩了，当时还抓起来玩来着。我听到后就觉得非常的神奇，旁边的人就和我讲，大白他爷爷他爸爸都是干这行的，大白呢多少也会点儿。大白问完话后就一直沉默不语，我们这么多人也就继续的玩闹了起来。这个小旅馆只有2层，第1层进来的左边有一面墙的大镜子直照着楼梯，屋子里的人太多了，有几个女孩子呢就拉着我出去，站在门口说着悄悄话。当我看向镜子的时候，我看到了有3、4只小猫，绿眼睛的黑猫。我特别喜欢这些小动物，就跑去找老板娘，
问小猫跑去哪儿了，我可以摸一下吗？老板娘看傻子一样的看着我说，哪有猫，他家没养过猫。我就有点害怕了，回去马上的跟女孩子们讲，可他们都说没见过，没有看到我说的黑猫。我们就进了屋里头，和大白讲了黑猫的事儿。大白闭了闭眼睛，突然对采指挥的女生说，她应该快有牢狱之灾了。而这个女生听到这番话，还和大白吵了起来，扭打在了一块儿。拉开两人后，我们这些女生气呼呼的就都走了，觉得大白说话不吉利，太难听了。当时已经是凌晨的2点多了，我们从宾馆出来，打算去其中的一个女孩子家，她租的房子不和家里人住在一块儿，我们大概5个人差不多能住下。就在我们往回走了一段路的时候，我感觉好像又走了一遍这里，在转着圈儿。因为这个路边的冰淇淋大玩偶我见了足足2次，我就特别害怕，和他们讲，有2个胆子小的女孩子呢，想往回走去找那些男生，而起争执的女生并不同意，于是我们只能接着走。后来路过了一个玻璃的大窗户，有人提议说，我们5个拍个照吧。女孩子们都爱美，听到了拍照也不害怕，都美美的挨个拍，最后拍了一张大合照。结果在看照片的时候，有个女生颤巍巍地指着合照问，怎么有6个头？我们仔细看，确实是6个脑袋，但是根本看不清脸，所有人的脸都看不清，吓得众人撒丫子往女生的家里跑，结果发现跑了很久也没到，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大雾了，朦朦胧胧的，看什么都看不真实。离我特别远的地方就听见了什么东西上有铃铛在响，我们就都停了下来，仔细的听，结果是一个老黄牛走了过来。那是一个焦黄的老黄牛，甚至有一点荧光色，周围什么人都没有。这个老黄牛就像是凭空出现的一样。一个年龄比我们大的姐妹和我讲，这特别像是有人去世烧的黄牛。她的一番玩笑话一瞬间击垮了我们最后的心理防线，吓得又是一顿跑。好在这次没遇到鬼打墙，没一会儿就回到了这个女生的家里，大家就在又惊又怕当中睡着了。第2天起来，我就开始发烧了，而爸妈正好也找到了我，给我抓回去了。回去之后我还是高烧不断，基本就没有清醒的时候，烧了3、4天。妈妈问了姥姥，结果带着我去路口烧了纸，次日我就好了起来。故事还没有结束，我接着去上学的时候，他们和我讲，这些天你怎么没来上学呀？我说自己生病了。他们和我说，你不在的这一周发生了一个惊天的大事儿。还记得那天晚上杨指挥的那2个女生吗？在学校旁边的小树林里把人给扎进 ICU 了。后来这个事儿轰动了我们当地的媒体，现在在网上搜搜也能搜到。事件被定义为了校园霸凌，而那2个女生已经进去踩缝纫机去了。我突然想到大白那天说的，他最近有牢狱之灾，如果他当时听进去了，会不会不一样呢？可转念一想，有些为非作歹是日积月累的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不和他们一起玩闹了，而是认真地学习了起来。今天的故事有让你想起什么恐怖遭遇吗？本期结束，喜欢的小伙伴欢迎订阅。如果你也有让你无法解释甚至毛骨悚然的经历，欢迎投稿给鬼叔。下期不见不散。